那我们再来看看呢，本来以为俄乌战争已经落幕了，至少到收尾的阶段了，怎么搞得又打了起来？到底发生什么事哦？我们看川普就很生气哦，他说你普京疯了，他骂他。他说我跟俄罗斯的普京关系一直不错，可是现在好像出了什么问题，他完全疯了。那泽伦斯基当然他也抗议嘛，他也生气嘛，可是这个同时川普也出言制止这个泽伦斯基，也骂他说你泽伦斯基一开口就惹麻烦，你给我闭嘴。这是俄乌和拜登的战争，却是我在极力灭火，讲的好像自己多么的委屈一样可是他曾经承诺，他一上台24小时会让俄乌战争落幕，可是完完全全跳票了。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呢，川普他在2天前突然一下子把白宫国家安全会议裁员上百人，大刀一砍你们这些人给我走。莫名其妙。那有些人因为是借调的回原单位嘛，可是呢，这中间有一个跟我们台湾相关的是所谓知台派失势分析里头有说，有一些对台湾友善的或者是比较挺台湾的这一些人被调离了。那川普4月传出在白宫会晤极右翼人士卢默这一位女士，那当时卢默提出不忠者名单，至少有6名国安会的官员后来被拔那我们可以看到卢默就跟这个川普讲说，有许多白宫幕僚太鹰派喜好对外用兵，所以违背川普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总是有一些人会在川普的耳边巴拉巴拉巴拉讲话川普就会做一些调整。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川普最近把矛头对准哈佛对这个美国的高等的精英的教育有很多的限制，包括国际生是第一波被他瞄准的人6800名在哈佛念书的国际学生，现在要求他们限时出境。虽然有大法官有法官其实做了某种程度的缓颊这个限制令是被暂停的，可是川普看起来不依不饶他生气说你们一定得走，因为你们挤压美国人的就读名额，你越多外国人来，我们美国自己的子弟就没有办法进去，就没有办法读哈佛。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后面深层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他认为哈佛这间这个很著名的大学精英大学常春藤的学校被中国渗透？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他说长期这个过去路透就说了，哈佛过去真的跟中国的关系蛮久的，也蛮深的包括研究伙伴关系，还有聚焦中国研究的学术中心，这些关系过去是正资产，为这个学校带来了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全球的声誉，还有钱，大量的资金。可是现在川普政府指控你被北京渗透，反而变成了负担。那你这个封杀哈佛生4天造一口黑锅，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日渊谈天的评论，他认为是你刻意的很短的时间就找一个这个借口来追杀这个哈佛的国际生，而且把这个锅扔给中国，包括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共和党的众议员发起了一封给哈佛大学的联合信，要求哈佛披露跟中国实体的合作详情，然后第2天就宣布这个哈佛跟中国的联系我要调查。2天之后，也就是4天之后，中国就成了美国对哈佛采取封杀行动的理由就4天就把这一个程序给造就了，也变成一个实际的理由了。可是在这个美国的精英界真的有很大很大的反弹，包括哈佛的前校长就说，你川普你这样很 stupid， 你这样很笨，你这样就是给中国送了一份大礼。因为他认为这项政策不只是重创一个学校而已，而且会摧毁美国整体高等教育的国际声誉，不仅让自己贫困孤立，还会让中国再次伟大这有可能因为美国是移民国家，很多移民贡献了这个国家脑力我们的智慧，他们的智慧，你现在把他们驱赶走，那中国大陆他会接收那中国再次伟大吗？我们再来看看欧盟跟川普的关系。川普也是一样，2天前觉得很不爽你欧盟跟我谈判关税的这个进度太慢了，结果直接说我6月1号开始要帮你所有欧盟的商品课50%的关税。话音才落这个冯德莱恩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川普，结果川普立刻就改口说这个电话谈得很好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50%的关税把它 delay 到7月9号。
所以很多人现在已经有点习惯了，虽然是苦笑，可是也习惯了。川普先讲了一句话，然后又收回，包括这个报道就说是不是在玩内线交易？你再度推迟征收欧盟的关税哦。冯德莱恩就说啊，这是要达成这个良好的协议啊，所以欧洲准备好迅速果断的推进谈判。而另外，我们来看看美国人到底怎么看这个总统。有人说用脚投票，大概是这个意思。他们申请公民，英国公民哦，美国人他不想变美国人，他要去当英国人。他申请英国公民，今年第1季创下新高。很多人觉得说，算了，我不要当美国人了。来，亮哥，这个哈佛的国际学生只有占27%啊，6800人啊。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哥伦比亚国际学生40%啊，大概是1万多人哦，都是国际学生。南加大的国际学生17000多人，有多少中国学生你知道吗？多少？6500哦。南加大，而且快1/3。据我了解，南加大大部分都自费的，很贵。南加大是很贵的学校，学费超贵。所以我觉得川普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你不要以为是哈佛大学中国学生最多啊，哈佛大学6800个外国学生，那个中国大概是1300，事实上大概1/5吧，1/5啊。那有人在攻击哈佛跟中国的合作啦，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嘛，那个哈佛有那个甘乃迪学院，它本来就跟很多国家在做文官的培训啊。是，我们介大使去过，去2个礼拜，他说那个学费要$25,000，好贵，2个礼拜哦，就是这样啊，超贵。所以中国大陆也是嘛，比如说他们抓到什么新疆建设生产兵团，对，那就是派人去那边受训，是这种例子非常的多啦。我跟你讲，我以前我还在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亮哥，你是哈佛博士，我是耶鲁，哦，你是耶鲁，对不起，我是跟你讲，对，我们那个时候 MBA 哈佛 MBA 很有名嘛，他1年收800个学生，里面有40个名额让日本指定，那这个就是协作嘛，那日本就派他们的高级公务员去哈佛 MBA，只去1年，所以我跟你讲，哈佛本来就是这样的学校，所以为什么他跟每个国家的那个领导层都很熟嘛，这个不是只跟中国好不好？我跟你讲，哈佛大学跟亚洲大部分的国家关系都很好啦，那只是有些国家久了他就自己培养人才嘛，日本现在就比较少去了，那早年几乎每个国家都这样，所以他只是拿开刀，本来就是嘛，因为我在财政委员会，我们财政部也派人去那边研修啊，一样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叫少见多怪啦。川普事实上一开始是针对 DEI 啦，对，就是多元包容，他要你取消对种族啦、性别、宗教的特殊录取名额嘛。那第一个是要你改这个，那哈佛拒绝，那接下来他就冻结联邦资金22亿。哈佛还是不让，所以他接下来就火大了，就取消你的免税资格嘛，不是吗？哈佛还是不理你，惹毛了啦。所以这次就找到一个绝对联邦政府做得到的事，就是国土安全部取消你的 I-20 签证，这里哈佛没办法了吧？所以我根本就是觉得是从 DEI 一路烧过来的。那目前就加了一个借口嘛，就说你们反以色列等同反犹太嘛，那确实他有很多中东的学生，那第三世界国家也有很多学行同情巴勒斯坦，这是事实，有一些抗议活动。可是你国土安全部要求的是，你72小时里面给我交出抗议影片啊，对，这个哈佛怎么可能做嘛？哈佛就说这是学生的隐私啊，本来就是啊，凭什么？所以他就拒绝嘛，他就是用这一招，这个很麻烦哦，因为这个 I-20 的权利真的是在国土安全部，签证啊，比如说我们台湾是免签交换学生，可是你那个 ESTA 去，你了不起待90天嘛，对，没有办法做学生嘛，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今年真是倒大霉，
今年我们台湾录取22个，他们现在不知道要不要去，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不是你根本去不了，这个对啊，你拿不到I-20啊，对，他不你只发给你只能拿到旅游签证，旅游签证只能待90天啊，除非你去，然后立刻拿到别的学校的签证，那对不起，你就不是哈佛生了。是，所以我觉得，那还有已经在学校里面的，他要你转学啊，干嘛的啊？现在全世界已经有很多国家表示他接受流亡哈佛学生啊，流亡的哈佛学生，德国就宣布了，他愿意增班，你要去哪个学校，德国全收。哎，这是国际抢人才嘛？是啊，香港也是啊，对，香港科技大学也是。对啊，所以我跟你讲，可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哈佛外国学生只有27%，事实上后面还有很多学校都被他盯上了。哥大好像是下一个，哥大是最严重的啦，对，讲白了啦，宾州大学也很严重了啊，西北大学也进来，Cornell 也进来，那耶鲁也会，耶鲁还在稍微后面一点。不过我跟你讲，排名第一的都是工学院，那个卡内基美伦排第2啊，他的外籍学生48%，我讲白了啦，你如果没有中国跟印度的留学生啊，你很多理工的实验恐怕不知道怎么做啊。我查了一下，哈佛的印度学生788，中国学生1300多，两个加起来就2100了，1/3。对。那其他学校事实上是更多，不是更少。我可能以后美国的国力会慢慢的消退耶。对，因为这一波扫到哈佛，其实它有一个过程。我觉得一开始就像刚才这亮哥所说DEI 还有其实就是以哈冲突。对，就是被这个像川普这样的一些共和党可能认为说，这些大学是美国这个精英的殿堂，已经左翼化了，过度的自由，而且成为怎么讲反犹的一个堡垒，也有时候在反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我觉得连到这个中国，我觉得是比较后来的。好，所以假设你真的要针对中国大陆认为是威胁，那其实川普1.0的时候有比这更直接的做法更多。那现在我觉得他把它放进去，那就像刚才所说根据统计，2024到2025这个哈佛收的这个外国学生里面，第一顺位的确是中国大陆学生1300多，然后是加拿大700多，印度500多，然后韩国跟英国500多，那台湾带在后面一些。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图像。那因为进入哈佛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现在其实哈佛只是其中之一而已。那之后像因为哥伦比亚才被冻结4亿多这个美金，其实哥大校长应该是之前已经辞过。哈佛也是，对，有一位。那哈佛现在是毕业典礼，哈佛的校长才刚刚毕业典礼，又被一些学生在做示威抗议。不过还好他是犹太人，对，但他现在立场守得非常非常紧，他向校友、向这个学校师生发所谓的这个公开信，意思是说这是学术的重地，他要打官司。对，所以现在就是两难，因为从2023到现在，其实好几个美国最精英的，包括常春藤盟校校长，基本上招架无力。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看那个在参院作证的画面，其实参议员问的问题，他认为是很直截了当。对，但是校长们可能要考虑2个方面，一个是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学生的自由；另外一方面，议员比较在意的地方是校园秩序。还有犹太裔学生的安全，还有你这学校政策会不会很偏颇？问到要不要保护犹太裔学生安全的时候，可能这些校长开始用很多法律的字眼去讲，所以通常讲完这个参议院作证完之后，压力就来了。什么压力？参议员的压力、众议员压力、金主的压力，对董事会都出来说话，所以好几位校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说我辞职。所以这个火才刚刚烧起来。其实我觉得后面最后一句话是反映出美国现在社会里面一种多元已经没有办法，但是是一个高度的撕裂的状况。是。来，将军怎么看？乌克兰俄乌战争能够这样子的话，乌克兰变成一个战略棋子，泽伦斯基他也没有办法来有一个很好的下台阶。他就当初的他的国家战略错误，让这个变成欧洲国家顶乌克兰，让那乌克兰一个人单挑北极熊，单挑俄罗斯，就现在打成这个状况，变成大家欧洲借钱给乌克兰，让乌克兰去打，去抗俄，结果呢，
俄罗斯当然俄罗斯是打弱了，弱化了俄罗斯，但是却是牺牲了乌克兰，整个乌克兰都被人牺牲掉。那在欧洲的，尤其是这些欧洲的国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们就相对的比较安全，因为一个弱化的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来看，也就相对的是安全的提升。但是问题是乌克兰怎么办？乌克兰，所以乌克兰变成他不愿意面对这个战略错误，进入了战略死胡同，走不出来了，走不出来了。你看现在乌克兰，但是这个丢掉了12万平方公里，怎么打都打不回来。怎么打都打不回来，牺牲掉了国土，牺牲掉了宝贵的生命。据我估计，大概整个乌克兰战争结束，大概乌克兰要死亡，他的士兵大概要40万人。那你这样子，乌克兰这个死亡的士兵怎么样去交代？死亡的士兵还丢掉了失土，另外还最重要的还欠了一屁股债，12兆新台币怎么还？所以泽伦斯基看呢，将来战争总有结束的一天，但是乌克兰每一个人生存人所背负的国债，他怎么去还？当一辈子奴隶来还这个钱，所以乌克兰就是当初没有国家的一个战略的评估，用的也不是那么专业的相关的战略的人才，把乌克兰的国家陷于险境。另外我们来看，就是这个川普的这个对哈佛大学这一方面的限制，我认为这个对川普来看，我认为是一个是个失分的。为什么？因为一个教育它一定要国际化。那国际化，你现在把这些人都赶走之后，就没有国际化了。国际化是大学非常重要的价值，你居然没有国际化，变成单向化。而且不要忘了，这些外籍的国际生到这个地方，将来都是亲美的。他们受完教育回到他的国家，都是亲美的精英，对美国的这方面都会有很大的贡献。反而因为亲美的关系，对美国的价值都会有所延伸。那川普没有看到这一点吗？我认为川普失算了。是川普失算了。另外一方面，我看到中国大陆正在拉帮结派。李强，中国大陆的国务院总理他最近出访连连，他正在印尼做国事访问你看到他跟这个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谈，两国有签署12项合作文件，央行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要扩大本币结算的合作范围，这意味着这两国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而另外我们看到呢，过去印巴冲突的时候，不是大出风头的那一架歼10 C1吗？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印尼有一段时间，因为它大手笔的采购了42架的这个标风战机，就是法制的标风战机，所以也引起了国内的民众还有媒体就说，你政府是不是应该要放弃这个法国的标风呢？改买大陆的歼10呢？因为比较贵嘛，好像看起来在实体的战争、实体的世界里面，这个也不是特别的厉害可是这一次李强跟印尼总统的会谈里面，相关的新闻里面是没有看到采购歼10的议题。而另外呢，李强也到马来西亚出席东协和中国海合会的峰会。你看到了，包括这是轮值主席东协的轮值主席马来西亚的首相安华邀请他。那你也可以看到，包括李强他是乘着包机抵达。那两边也就这个两国跟东协之间的一些合作有很多的会面跟很多的会谈。那我们看到东协现在可能有多一个成员国，东帝汶将加入成为东协的第11个成员国。那你看到这个地图，大概整个东南亚很多主要的国家都在东协之列。东协的秘书长高金洪也说这个东协自贸区就是中国跟东协的自贸区3.0版将与 RCEP 互补共促就是有一个小圈圈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共生体会在这个地方实现。而另外讲到军武的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是被这个军迷的网站所报道的。我们看到这是中国歼35A外界认为它可能已经进入了量产期，是不是外销到巴基斯坦或者是埃及？像这样的传闻不断，为什么呢？主要是您看到这一架飞机它的涂装是绿色的涂装那也代表着巴基斯坦的国旗颜色，所以外界就说有没有可能其实包括这一架歼35A 可能已经是首架进入量产期，而且有部分的网络消息说已经即将出口到巴基斯坦，或者是已经开始服役。当然这都是一些揣测的讯息
官方都没有证实哦。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海上哦，解放军的武力，福建舰这2天哦，不断的有新闻出来，主要是这个包括央视哦，他报道说这是第8次海事消息。之后呢，官媒也不断的说，对我们正在加紧进行海事。另外，我们看到香港的媒体也说，歼35就是它的舰载机已经在这个福建舰上面完成了弹射的试飞这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讯息，因为报道就推断福建舰正式服役的日期已经接近了，有可能赶上8·1。中国大陆的建军节解放军的建军节，或者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纪念日，所以他现在紧锣密鼓的在做海事。而我们看到包括歼10、歼16是不是有一个前锋的一个无人机打前锋这是央视，它底下有一个叫做小央视视频，它最近很罕见的披露了彩虹7无人机的空战资讯，毫不隐晦的把这个标题上怎么写呢？给歼10、歼16打前锋做这样子的标题，介绍这个彩虹7无人机的空战资讯那它有2项优点，包括高速突防、很强的隐身性能它可以隐形，可以把战场前端的资讯传回给后头的无人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像是歼10啊，或者歼16就是它搜集这些讯息，然后再传回来。那刚刚说到的包括海上的一个部分辽宁舰现在动作很大，这是来自于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的防卫省它公布了中国航母辽宁号上午在冲绳县九场岛以北大概200公里的东海海域进行航行。你也看到呢，他密切的在注意说，他在附近航行，并且进行舰载机的起降感觉在做一个演练。那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跟航空自卫队进行警戒还有应对，可是没有发生领空侵犯，因为他很怕他侵犯了日本的这个领空或是领海那这个是首次公开中国航舰在东海的舰载机起降的情况。日本人说他们会持续关注中国军方的动向。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分析报道就出来了，包括辽宁舰编队北部海域快打操演航机罕见的可能会穿越东部海域那他的报道是说，似乎有意直接往台湾东部来航行，是否会首度穿越台湾跟日本与那国岛之间的这个航海的区域呢？两国都在高度的关注。来，先请教亮哥怎么看中国大陆不管是在海上、在空中的军武？我这个歼35A这么快就卖到国外，这个令人有点意外。本来大家预期是明年那因为最近真的有一些消息传出来，说巴基斯坦要买40架。那有人说秋天可以先给30架。那这个当然印度大概又要跌破眼镜了，因为这个是逆中战机那比歼10C还可怕。哇，那如果到时候也用数据分享来做连线作战，那印度怎么办？印度大概现在也还没有 F-35，其实印度也没有 F-16啦，因为它长期不是买美国系统的，所以现在就麻烦了。如果真的给了歼35A 这个应该是外销版那印度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另外你提到那个彩虹7无人机，已经有实际的可能是空战的演练啦。坦白讲，这个对台湾跟美国都不是好消息啦。为什么呢？因为彩虹7它是设定为它是长程的，它可以飞1万公里它可以飞16个小时。那因为它可以飞到16000米的高空，所以你就知道它是来干嘛的。它等于是飞到比较深的地方在做侦查嘛，然后锁定了位置之后，把数据回传给后面有人机嘛，对，那你可以想象嘛，它如果锁定航母的位置，那就可以导弹可以去打航母，对啊。那如果锁定台湾某个东西，那导弹就可以来打那个台湾某个基地嘛。对，所以亮哥讲的没错，对我们或者对美国来说都不是好消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请教张延廷将军。我认为这个经过5月7号的印巴空战我认为标风战机这其他国家向法国订购的我认为会简单，不是契单就是简单减量。因为第一个它非常贵，价格问题，它每一架标风战机大概1.9亿美元，大概买一架标风战机可以买3架歼10C你看看那个标风战机那么贵，你那么贵，结果战果还不好，价格太贵的是原因，大家一定会简单，把这个量减少，42架减成21架，或者再减少一点。第二个呢，是因为战果差，那么好的飞机还打输人家，所以我认为就会简单了。其他国家像法国买都会简单，减量，减量是这样。第三个是会造成飞行员压力大。因为他那么好的飞机被干掉，那么好，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问题就出来了。所以飞行员每次飞这个飞机他会有我这个飞机是有光荣的战机，他会有信心来驾驭。我这个飞机是被人家干掉的，他这样飞行员会潜在的压力。那个心理状态，每个受训会这样。我这个飞机是被人家干掉的，而且是被比较差的飞机干掉。那我这个飞机到底好还是不好？我认为一个价格的压力还有战果太差还有另外一个飞行的压力。我认为很多国家对标风战机会减量，他们定出来的减量，因为有的都他也付头期款、付定金了，你还不得不买。那本来第40架，那买20架就好了，可能会有这种效益。另外我们看辽宁舰通过这个要从这个钓鱼台水域从那个由北而南南下，如果他是走这个宜兰、花莲、台中这样过来的时候，我如果走这条路线的话，我判断中共已经掌握到台湾的鱼叉反舰飞弹的部署位置跟电子参数。你鱼叉飞弹是反舰的，鱼叉飞弹专门是打军舰，你把空射鱼叉也好，还有舰射，就是从军舰上箭射鱼叉好，它都中共完全掌，他不怕你，我就走这个地方，你要来将来的时候也会走这个地方来打，因为你的位置还有电站参数，还有雷达参数我都掌握。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雄风飞弹也是反舰的。我们的雄风飞弹的部署跟电站参数也被中国大陆掌握了。你这样你打的话都打出去没有用了，反正电站参数掌到了，我就电子干扰，直接掉到海里面。那我它这个大拉走宜兰、走花莲、走台中下来，因为这个都是距离台湾非常近，都在鱼叉跟雄风飞弹的射程之内。如果他一赶走，表示他这2个都是掌握住。是，我们先进一下广告。李强出访印尼跟马来西亚。对，因为我们知道说周边外交向来是北京很重视的但20年前，我记得那时候胡锦涛有一个外交的4个布局周边外交是这个首要大国是关键，这个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那为什么现在周边外交对中国大陆这么重要？我觉得还是跟美中的这个竞争越来越白热化相关。再加上因为川普一上任之后要打对等关税，所以对等关税矛头，其实东南亚国家其实一个都跑不掉。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个东南亚就很重要。我们不要忘记，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习近平是首次出访至东南亚，去哪里？越南、马来西亚跟柬埔寨。那这次李强去的是马来西亚跟这个所谓的印尼，这几个都是指标性的大国。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平安。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赶紧来看看川普又在搞什么。他在弄这个关税战，目的不是要让制造业回来吗？可是他现在讲咯，他说你们误会我了，我这个制造业不是做什么鞋子、袜子、衣服，我要的是晶片、电脑、战车、军舰所以那些低端的我不要。那它的这个关税战包不包括这些精品呢？我们看到像是 LV 啊、Chanel 这些大牌子有没有可能未来到德州生产？这些欧洲的工艺金招牌，他们很担心
招牌可能会被砸了哦，这是欧洲制造的价值主张哦，所以品牌现在有在讨论这件事情。那另外我们来看哦，讲到说这个美国制造，像是战车啊、军舰啊，日本说我可以帮忙，Japan can help。他说我们有强大的造船技术哦，这是来自于我们看石破茂讲，日本将强调自身在建造破冰船方面的技术啊、实力啊，我可以帮你美军的军舰做一个维修哈。可是我们来看看全球10大造船国的这个排名，日本其实在第3名，第1名还是中国，第2名是韩国那菲律宾在第4名，可是这个实力已经相距非常非常的遥远了。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大陆他们自己的商人他们的电商的形态现在很快速的在转变。为了因应川普的策略，所以您看到包括他们开始招外国的直播主拓市场。我们来看看中国的产品质量也好，然后款式也很多样化，然后我希望通过在中国直播把这些产品分享回去给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要了解这个东西，所以我也感兴趣这个东西，可以更好的向客户介绍这个产品，让我直播更加顺利。好，你看到的是他们可能想要透过电商的这个直播的平台譬如说我随便乱讲，马来西亚的人包括印尼的包括美国的，包括阿拉伯世界的，用他们当地的语言来推销这个给当地的人。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网络就可以设定吗？是有16种语言。对，可是有人可能不知道怎么设定或者是如果譬如说我讲台语，假设有一些可能只会台语打工嘛，听着就做清楚的，塞来背几嘞，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科技战在美中之间。那华为现在一直不断的释出一些新闻，说他们突破了。先来看看这个晶片的部分。华为的官宣说是5奈米的麒麟晶片已经量产了那中国大陆的媒体说，包括央视都正式宣布说中国正在等待重大的突破转捩点。包括小米说他们自己研发的3奈米的玄界01晶片也发布了央视同时也在新闻中插播说，这是中国大陆3奈米晶片设计的一次突破，紧追国际先进水准所以不断的在放一些消息，就是中国大陆突破美国的技术的封锁。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跟我们台积电相关的是我们刚刚讲的小米自行研发的3奈米的这个晶片，说是找台积电来代工。那现在呢，有媒体就报道，来自美国的 CNBC 就说，如果真的台积电去代工小米的这个3奈米的晶片的话，川普会去弄你川普会不会忽视台积电会被禁止跟小米来合作。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像是这个台湾最近发生的一些军事基地好像被偷拍，到底是怎么拍的呢？这是来自于小红书有人 po 一段影片，是我们的空军花莲基地的内部部署。这么厉害，到底是怎么拍的？还是说我们内部有匪谍？我们先来看看，包括军事专家苏紫云就说这个是不知道谁拍的，可是可能影响我国军事的安全。有一位研究员叫苏孝煌，他说可能涉及中国人士或者是在地协作者，呼吁军方加强无人机侦测跟反制措施，防止更多的威胁。那可是军方我们中华民国的军方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那有人也问了，说有没有可能透过卫星空拍定位，然后把这个画面截下来呢？等一下我们都会请将军来跟我们分析。不过有一些很反制的言论，现在因为大罢免嘛，所以不断的在网络上面传播，包括这个讯息，大家知道这个听起来我真的摇摇头。最近不是有很多高龄驾驶肇事肇祸那当然是一些不幸的社会事件，可是却有人说这是红共派间谍潜伏台湾，蓄意制造车祸。证据是什么这个网友说，你如果用 Google Map 来看就是包括这些这个出车祸的地点，通通每个车祸的这个位置随便一连都是直线这不是废话？你这点跟点你一连不都直线吗？然后他还说这个看起来像是5星旗而且把不表态挺绿的店家标5星旗，发现这个都是5星旗。
所以这个很反智啦，可是也有人相信哦，看起来是为大罢免添柴火，包括说哦，这个是这个红共啊、间谍啊，想要扰乱我们台湾呐、哦，而且这位网友还说，每个点相连起来都是直线呢，难道只有我发现吗？啊，随便2个点不是也连起来也都直线？我这样一画也是直线。好，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有一些科学的东西，大家真的要相信科学。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现在真的是不容忽视啦，包括英国的《经济学人》都分析北斗现在有56名卫星，56枚卫星，数量是 GPS 的2倍。另外，北斗有120个地面站 ，GPS 只有11个我们台湾都用 GPS 比较多嘛在美国 GPS 长期投资不足的情况下。面对中国北斗卫星的崛起可能会失去优势。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不断的在崛起，不断的在增强他们在科学方面的实力呀、科技方面的实力。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民族复兴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2件耻辱啊，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美方说有证据啊，说这个有什么可疑人员呐、强行去登船检查让银河号顿时迷航。那时候美国也切断银河号的卫星，还有这个 GPS。那包括1996年的时候，中国的洲际导弹疑似受到美国 GPS 的影响让2枚导弹发射失败所以他们就是要雪耻。他们的北斗现在发展的已经不容忽视了。我们先请教亮哥。经济学人这个叫后知后觉啦，后知后觉早就超过了，尤其在亚洲啦。这个牵涉到你的卫星的密集集中在哪一块那美国当然欧洲跟美洲一定最集中嘛。所以很多亚洲、东南亚国家都是用北斗就是真的比较清楚那另外比如说它可以有 text message， 它是双方互动的嘛，所以比如说远方的船只就可以 text message 回来给救援单位，这个 GPS 也做不到GPS 是单向的嘛，所以这个后发的科技本来就会追过前面的科技，GPS 已经很久了，GPS 大概领先北斗可能有30年所以这个就好比美国的军舰嘛，它有很多，比如说它的航母很多都30岁以上了，所以它上面的装置对比福建舰就是最新的攻击系统，最新的雷达系统，还有弹射装置一样嘛。那美国你如果要追上来，美国当然做得到，对，可是那也是一大笔钱，他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啦事实上，连美国飞行员这个将军也知道啦，就是他事实上都会把北斗当作副手真的他有时候要参考坐标他们自己也在用。这个并不是什么秘密啦，当然它能够用的是民间的啦，不是军规啦，军规你拿不到嘛，就是备用的意思。备用就是它万一啦，以防万一。比如说有些地区人家卫星真的比你多嘛，所以就比你清楚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正常的科技，就是它追上了最近它有一个东西嘛，叫算力卫星，让它射5枚可以架成一个星座嘛。那个算力也超过美国所以我觉得美国真正的专家会焦虑是有道理的啦。那川普这个叫胡说八道啦。什么叫大东西？大东西，我不要小东西。大东西不一定科技含量高是比如说造船业，造船业是美国自己不要了，因为它的附加价值不高，造船业没有办法回美国因为它的薪水已经到了7、8万了嘛，你造船业你一定会亏钱，对那造船业东西很大你是要自己做吗？所以我觉得，而且你说不要袜子衣服，对不起有一些纺织品是高科技所以我觉得美国有这个你不懂就不要乱讲话，又爱讲话所以会造成很多误导啦。其实晶片也有很多低阶的。科技含量也不高对，有低阶高阶。那马来西亚也在做晶片啦，是对不对？所以我说不能这样讲啦。那至于他是不是想要透过日本，实际上他也有找韩国，就是希望
协助他做造船的修护嘛，可是据我了解，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啦，因为你的船，尤其是军舰，如果维修要放在韩国厂，那你的机密会被看光。对啊，所以你跟韩国就要签，你们2个国家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美国才能够委外来修护军舰，这个美国军规很严格的啦，那美国是不是要相信韩国？这个真的还不知道。是没错。来，大钟老师，对，因为川普现在讲说是要把什么美国再工业化是要把大东西拿回去，我觉得就很典型，他讲话没有很精确。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讲法？可能也是因为这一阵子以来，比如说网络上很多的批评，民意很多的反弹，比如说有些梗图，把这个美国的高级官员好像放在这个纺织这个生产线里面做衣服、做 T 恤，他可能想要澄清的是，我不是要那些，那我要的东西是好的东西。那他所认知的好的东西，就包括他口中讲出来，比如说 AI 啦，比如说晶片啦、半导体啦，还有之前所讲的造船等等等等，但这些都不是一个很精确的讲法。那至于说，因为他之前有放话说6月1号就要对欧洲先实施50%的关税，那现在当然又往后延，但是很多媒体就在讨论，那欧洲还有很多是精品产业，不管是皮包啦、香水啦，这些是有非常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在当地已经有很多它的这个产业链、它的聚落、它的生态系、它的比如说皮革厂、它的物流中心等等等等，而且要把它移到美国去做，其实会让很多事情别人觉得不可能，所以这也是川普的一个讲法。那我觉得比较好奇的地方，其实现在是日本，因为我们发现日本的石破茂总理，最近的讲法当然是比较强硬，他讲过好多次，美日的谈判绝对要以日本利益为最大优先。但是老实说他也有他的一个时间上很重要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谈判代表斥责已经谈过3回合，他刚刚从美国回来，但这一次他并没有进到这个贝森特，他见到是商务部长跟贸易谈判代表。但是我觉得有个地方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其实石破茂已经把他的底牌大概先出来了。什么先出来？他特别讲，上礼拜才跟川普通过电话。目前日本想要做的是，在6月中旬在加拿大的 G7 峰会的时候，在当场这个川普能够跟这个石破茂首相有一个，比如说一个大概可以定案的这样的状况。所以代表什么？代表石破茂还是有他时间压力，因为7月份又有所谓的这个参议院的选举。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应该是这个川普本来是说这个7月在9号左右的时候，如果谈不顺利，通通要恢复原状，所以他的压力是非常大。那到底日本有什么样的筹码？其实筹码大家都已经讲遍无数次。第一个是阿拉斯加440亿美金的投资，第二个就是刚才所讲比较新的东西，就是什么破冰船的技术啦，还有这个帮忙这个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船做维修，这个实际石破茂也不是第一次所讲，但是讲到是这些。那还有个地方就是他最在乎的是什么？石破茂目前谈判的重点就是，我觉得还是在钢铝跟汽车25%的关税，这是压在他的这个日本的脖子上，因为日本的汽车对日本的经济太重要了去年是21兆日币的这么大的规模，对，他换的是这些，但能不能成？我觉得因为他的底牌已经被川普看得非常清楚，其实高度的挑战。是。来，将军。那花莲基地从空拍这个上面来看的话，是无人机的可能性很高，因为它是动态。因为人造卫星，不管是低轨人造或者中轨人造卫星，它是定点拍摄，因为它高度高，它就过去了，是定点。那它这个无人机，它的高度大概就100公尺上左右。我看它，因为它动态，它还在飞嘞，它这个相关的跑道、滑行道、机库、机堡很清楚，还在变动。无人机拍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之高。可是我们的基地可以让无人机飞过去吗？有飞过去，就是说有没有对空监视哨？应该有个对空监视哨，随时发觉。因为机场那么大，无人机很小，就像个盘子那么大，但是它那个摄像头
解析度非常高，可以到达5000万画素，看得好清楚，甚至机号都可以看得出来。拍的，因为它的画素越来越高了，解析度就越来越强，看的就会越来越清楚。然后里面的这个机堡里面停的是什么机型，机翼下面是什么挂载什么武器，它现在无人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你有没有办法去发现有没有对空监视罩？因为它动态的又小，没办法。那你发现到要怎么去处置呢？吹哨子嘛，那无人机你又赶不走，那你拿枪去打不掉，因为它太小，因为它太小，拿枪去扫射你，大概打个1-2万发都打不掉，太小会跑来跑去。那你用雷射，我们又没有雷射，那干扰枪，我们到现在为止干扰枪的验证好像都失败，没有办法把干扰掉地上，可能频谱没有抓到，性能还是说它的信号太弱，没有办法把这个无人机干扰掉到地上。那就没有。那最重要有没有对空监视罩？因为雷达看不到，它香港盘子那么大，雷达的反射波，而且它那个还不是实体，它那中间有空的螺旋桨而已，根本雷达波没办法反射，那雷达也抓不到，那只能看目视，就是靠对空监视罩。那所以眼睛不能眨，它从哪个方向这样进来？你这么看它从后面进来，你看得到吗？它从左边右边你看，你是看到正前方了。所以对空监视罩也是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看，那有这个无人机，如果没有有效的防范的话，所有基地的部署、飞机、机库堡、作战指挥中心、雷达设施、防护的一览无遗，会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要认为这个非常重要。要这样子打仗打情报，被人家看得一清二楚，全部摸透了。那打仗不要打了，他直接 GPS 定位，直接飞弹导弹直接命中了。这个很清楚啊。现在北斗我们来看北斗是精准定位全面覆盖啊。现在我们越来越依赖北斗，因为北斗精度高。你不能海上航行或者飞机，当都依赖到它的时候，它变成它也有大数据哦。那打仗的时候，就针对你的大数据打你，因为你已经泄露你的行踪10年8年，它已经这个惯性它都出来。因为这个北斗知道每一天所使用的超过1兆次，你就知道，你看它的使用量是多高。那它经过大数据分析的话，都电脑精算，你看你都有那个量子电脑，电脑一算出来之后，就知道哪些飞机、哪些军舰，然后真的打仗的时候，直接定位、直接摧毁。因为你平常依赖它，是习惯它的这个运作了，它也找出这个惯性，找出它的常数，然后在打仗的时候，可能为了利用它，我们为了达到方便，也变成方便敌人来摧毁。也变成这个样。可是我们有在用北斗吗？军方应该没有吧？没有，你不用北斗。但是问题，军方规定不能用北斗。对。但是有的人会依赖北斗。还有一个有吗？我们的军人对，有的人不是你，有的人你买一个电脑，你有时候一般普通人对民间你民间就用了，用习惯了，你用习惯可能在这一方面你就疏松，甚至你的手机都用北斗，你手机都被人家定位有。那有没有可能那个空军基地就是北斗，它在高空拍，然后把它连在一起？北斗是发射信号，你平常的时候我们讲的是高分系列的那个是看那个军事侦察卫星，那军事侦察卫星它是属于空拍，那北斗是属于定位的话是发送信号 ，OK， 差不多。其他的合成孔径雷达也好，或电子光学也好，或者是红外线的，它是侦察卫星，所以这个功能是不一样。所以基本上我们也都被看光光了。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是这样子。好，这个大家可能还是要这个提高警觉一下啊。